在经过18个月的所谓咨询期之后，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终于迈出极其危险的一步。美英澳三国组成的 AUKUS 同盟13号公布了为澳大利亚配备核潜艇的详细计划。这个被渲染为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崛起而达成的三方合作，因横跨数十年，耗资高达2450亿美元，惊掉了无数人的下巴。根据 AUKUS 协议，美国计划于2030年代初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由通用动力建造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向美国多购买2艘的选择权。此外，三方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这是一个多阶段项目，最终将推出一种三方开发的新型 SSN AUKUS 级潜艇。新潜艇将采用英国的下一代设计和美国的尖端技术，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生产和运营。联合声明还表示，美国和英国最快将于2027年开始在澳大利亚轮流部署。而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英国未来几年在澳大利亚部署的潜艇将分别增加4艘及1艘。外媒普遍关注到奥库斯核潜艇计划里的中国身影。美国媒体称，美中日益紧张的关系已成为拜登总统任期内的一个核心焦点，而拜登多管齐下的中国战略涉及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美英澳的这一行径已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英国卫报指出，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计划利用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漏洞，即由核武器国家美英将核材料和核技术转移到一个无核国家澳大利亚。该条约允许用于非爆炸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格审查。军控专家忧虑，奥库斯将开创一个先例，其他国家可能会效法，获得高浓缩铀或钚，用于秘密制造核武器。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组织表示，澳大利亚购买和建造核潜艇的决定酿成重大核扩散风险。对于澳大利亚来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斯特林港变为美英核潜艇的基地之后，那么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无核化的进程，实际上应该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倒退。澳大利亚方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会获得什么真正的利益。面对多方质疑，美英澳提前准备，在三方联合声明中声称将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磋商，以制定出一项不扩散方针，为获取核动力核潜艇能力设立所谓最强有力的先例。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发表的声明显示，机构将与澳大利亚商谈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第14条规定的相关安排，以实现机构对澳大利亚保障监督的技术目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回应称，中方严重关切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日前就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发表的声明，坚决反对美英澳胁迫机构秘书处在保障监督问题上为其核潜艇合作背书。我想强调3点：第一，美英澳所谓遵守核不扩散承诺的表态纯属欺世盗名；第二，美英澳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无权就三国核潜艇合作保障监督问题私相收受；第三，核潜艇合作相关保障监督问题需由国际社会共同讨论决定。汪文斌指出，三国核潜艇合作系历史上首次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艇动力堆及大量武器及高浓铀，国际原子能机构现行保障监督体系无法实施有效保障监督，不能确保澳大利亚不将相关核材料转用于制造核武器。而美英澳真正想做的是寻求机构豁免对澳核潜艇的保障监督。他们声称，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第14条规定，不受禁止的军事活动可免于保障监督，但国际社会对此种活动的定义弃无共识，对第14条的适用问题也存在巨大分歧。这些都是国际核军控领域公认的未决问题，美英澳及机构秘书处无权擅自解读。澳大利亚与机构援引第14条作出的安排将构成恶劣先例，这涉及机构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机构秘书处不应与澳大利亚私相收受。国际舆论都对美英澳核潜艇项目将要面临的挑战表示悲观。AUKUS will be a massive national endeavour that'll hav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on the security and economic fronts.
To buil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Australia will need technology, skills and a workforce that don't currently exist. And although initial costs are relatively modest, they will ramp up quickly in the 2030s and beyond. 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澳军现役的柯林斯级常规潜艇的标准人员配备为42人，而每艘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需要至少132名潜艇官兵才能操作。核潜艇的核反应堆还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维护，而当前整个澳大利亚仅有一座小型核反应堆，每年只有5名专门研究核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尽管美英表示将从2027年开始轮换在西澳大利亚部署机敏级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并帮助训练澳大利亚军事人员，但美国动力网站分析称，对于之前从来没有核潜艇使用经验的澳大利亚海军而言，要同时学习如何操作和维护2种甚至3种不同类型的核潜艇，将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奥库斯发表的声明，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初提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多半是二手货，因为当前美国造船厂的核潜艇建造任务已经饱和，不太可能为澳大利亚专门建造全新的核潜艇。还有分析提醒，美英澳要在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德莱德建造核潜艇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保障基地和维护基地，这意味着澳大利亚需要花几千亿美元打造一个核潜艇基地，既能生产澳大利亚的潜艇，也能够生产美英潜艇。因为美英核潜艇生产能力有限，不仅如此，澳大利亚还需要把该基地打造成维护保障基地，具备维护保障美核英在亚太地区核潜艇的能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花澳大利亚的钱为美国办事。 Australia can't afford not to do this, and this is a key investment. I want to give this commitment to the Australian people today. That come hell or high water, the coalition will support AUKUS. 之前我们说澳大利亚方面是反对它部署在澳大利亚本土的，但现在来看，这个西澳的斯特林港，包括可能东澳大利亚还会有潜艇基地。那么以后澳大利亚的这个东西的区域，包括我们所熟悉大堡礁，都会成为英美核潜艇的活动区域。我们都知道，英国自己的潜艇基地和美国潜艇基地曾经出现过可能1年几十次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涉及到核的事故。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水体，澳大利亚的环境会被美英的潜艇造成多大的这种污染？其实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些政客已经都不管不顾了。澳大利亚国内反对声浪极高，澳媒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质疑。 For sheer ambition, this project is unrivaled in size and complexity for all three leaders. So a lot needs to go right if it's even to run roughly to plan. Joe Biden would be 97, Anthony Albanese 77, and Rishi Sunak almost 60 by the time the first new AUKUS sub is due to be delivered. 从经费上看，这一项高达3680亿澳元，约合2450亿美元的项目，按照澳大利亚2022至23财年的国防开支大约487亿澳元来计算，相当于澳大利亚拿出约9年的军费从美国和英国那里采购核潜艇，也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大约2年的公共医疗开支。为了支付这笔巨资，澳大利亚势必要在社会福利上动心思。换句话说，最终还是要由2500万澳大利亚人来买单。当然了，我们说从成本上来讲，这个一定是很贵的，因为之前澳大利亚方面所放弃的12艘法国的常规潜艇，那么整个的报价也就只有900亿美元啊。而美国自己人去采购弗吉尼亚级，2021年的报价是34.5亿。所以应该来讲，澳大利亚方面是花大钱在养美英的这个整个的潜艇工业啊。那么这块其实澳大利亚方面自己也承认，可能很快就会有差不多30亿流向美英的船厂，那么其中绝大部分是流向美国的这个船厂。而对中澳关系来说，在中澳双边关系有缓解的时候，不少观点都质疑这样的战略计划是否有必要。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14号发表声明称，英美澳核潜艇交易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工党做的最糟糕的决定。澳大利亚不加批判地迎合了美国的战略意愿。他表示，奥库斯实际上锁定了澳大利亚本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地位及美国的附庸。
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澳大利亚至多是替美国火中取栗的猫爪子，算得上是国际关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冤大头之一。澳大利亚斥巨资买核潜艇，将把整个澳大利亚变成一栋凶宅，给整个地区带来凶险，让南太国家努力多年建成、由正式条约保障的南太无核区面临最严重冲击。就这个对抗本来就没有，那你何必要通过引入美英潜艇来人为的制造这种对抗？那么第二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自身来讲，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乃至整个大洋洲是强调无核化的。澳大利亚方面获得了澳大利亚方面所谓保证的能够搭载常规潜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但是我们说对于弗吉尼亚级这样的核动力的舰艇来讲，没有人会说你一定搭载的是常规导弹，你就算保证也没有其他国家会相信，所以其他国家一定会动用核力量去针对你的核潜艇基地和核潜艇部队，也就是澳大利亚方面原本并不会成为其他国家核弹头的打击目标，但现在成了。